好，品世间酒，聊杯中事，我是你们的酒仙小姐姐菲菲，我们的老朋友了，铁森哥。Hello，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准备再做一期关于奥本的视频。那今天要盲品的这2瓶酒呢，分别是它的 Distillery Edition， 还有一个它的 Little Bay。那这2款酒它的区别就是用桶。那 Distillery 这款呢，它追求的是2次过桶，那第2次过桶，它有用非常稀有的那个西班牙的 Fino 桶，去过了一个桶。那这个 Little Bay 呢，它用的是小桶。它这个欧本的那个 Little Bay， 它所用的那个小桶，其实算是一种他们一种独有的。然后呢，我们之前有那个拉弗格的1/4嘛，1/4桶它里面的那个大小大概是125公升，然后它呢只有100公升。对，所以要比那个拉弗格的还要再小一些。然后对，然后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说，它这个桶越小，然后其实它的那个酒液跟那个木板的那个接触啊，它的面积就是说更容易接触，会加快，一个是会加快它的陈年的这个速度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它能够吸收更多的桶的味道。对。那我们先离开，先让导演帮我们把酒倒上，然后我们来再揭晓。好，我们来尝尝看。奥本我一直以为它是艾雷岛的酒，因为它一直是，就是说很多人会觉得它有更多的是那个海岛的风味，就包括海盐啊这一些的风味，它会更多烟熏啊。自从我知道了它是 Highland， 然后比较靠西北方的一个酒厂之后，我从主观意识上就觉得这个酒好像没有这么好喝。没那么好。这酒闻起来酱油味儿的，有没有？其实它枣子味还挺重的。枣儿。它枣子味挺重的。雪梨桶的味儿挺重的。但是它的甜度没那么高，这个枣。对吧？它不像一般我们所闻到的那个。不像布兰庄那个18年蜜枣类的，它这个是干枣。对，就那个甜度没那么厉害，就稍微可能这个还没有晒干。还不错，闻起来挺香的。有一点点油脂感，酒精感不是特别浓。就它的尾韵是那种特别甘甜的那种甘甜的尾韵。它的油脂感没有很重，但是就稍微低一点。但是它那个甘甜，你不觉得这甘甜刚好可以把它前面那个甜度给盖掉吗？就给它中和掉了。我觉得挺好，因为一入口的时候，其实它的那个雪梨桶的那个枣子味，那个蜜糖啊，这些味道其实还挺厉害的，就很甜，有点甜美的那种。到后面刚好它那个甘甜把这个味道刚好给中和了一下。所以整体还不错，它有点接近拉弗格的那些干果，又没有那么浓郁的干果，它是很收敛的那种干果味儿。它没有那个烟熏呢？它没有烟熏，它只是一点点的泥煤味，很淡。整体不错，这个味道。现在喝起来没有特别咸。在嘴巴里面我觉得我没有品尝到它那个烟熏跟或者是那海盐啊这一块的味道，其实没有，更像是一个说真的就是一个 Highland 的那种酒的风格，就那口味你不会觉得很重，对吧？它整体的味道很好，然后到后面上来的油脂也是一点，就整体是属于比较平衡性的很好的一款酒。好吧，我们来尝一下第2款。这是个什么味道？像奶油。有点类似于黄油的那种感觉了。然后包括波本里面闻到的那个薯料，那有一点，它应该是一点点那个果仁的那个香气，带有一些那个果仁的香气，然后奶油的香气，香草啊，很香。我觉得还不错啊，我觉得很像那个。就一款比较轻柔型的，然后波本桶的。咱俩的分歧就在这里，很轻柔的波本桶，我会觉得它不够好喝，有点劣质。就是它前面的那个味道在，但是它后面做的不是很柔和，就特别冲那个感觉。其实整个结构还是不错，还是在那里。还行吧，就是都一点点。没有很重的味道。
它的味道不重，但是属于那种，我是觉得可以作为入门的去喝的酒。我觉得这个很好，它主要是就是说我从它2款酒去喝的话，你会觉得就这个酒厂它做这个酒，它是属于比较认真。它不应该说是它的酒的味道还是属于比较细致细腻一点的，然后呢是属于均衡性比较好的，做的比较均衡。我觉得不错。好吧，我会选第一个。你说完不错，你肯定会选第一个。就这2个不错了半天，这2个喝的话，还不肯定会选第一个。请导演给我们执笔，我们写下我们的答案吧。答案一样，我们都选的第一个是 Distillery Edition， 第二个是 Little Bay。好，请导演帮我们揭晓答案吧。神秘。好了，导演已经帮我们揭晓答案了，我们的答案是对的。第一个呢，我们喝的是 Distillery Edition， 这瓶酒呢，市场售价大概是143左右，这2款都是43度。那第二款呢的 Little Bay， 它这款酒的价钱只有73，也就是说非常入门的，对于奥本来讲是相当入门的一款酒。其实我们刚才喝这个哈，就其实真的是可以喝到就 Fino。跟那个 Oloroso 还有那个 PS 的区别，对吧？就它的那个枣子味，就是说它那个甜枣，它不是那种蜜饯味的那种甜度，就它还是稍微带一点点类似于就新鲜水果的那种感觉，就它会偏没那么甜的感觉，就我觉得挺好闻的。我们好像从来都没有喝过任何一款酒是用 Fino， 对，第一次喝，这是第一次喝，而且其实不算，这是第2次过桶才用 Fino。但是它会带有那个 Fino 的那个味道，就还不错就其实 Fino 的酒真的是可以去尝试一下的。你觉得你会买吗？不买。原因是什么？我觉得合适的话应该是80左右。原因就是人家欧本产量太少了。人家那个酒厂总共就7个人。好吧。7个人在做这么些酒。但我每次看到它43度的时候，它所有的酒，包括它的18年也是43度。它在那个迪亚吉欧里面。啊哈。对。那么一个大的公司在后面做支撑，怎么就不能多请几个人了？他一开始主要是给人家供酒的。好吧。所以他不需要他有那么多的个性。就我觉得它的均衡度，你看这种酒就很适合做那个基酒。就是没有特点。就细腻均衡。它很适合去做这种基，就放在调和型里面，它是非常完美的一个酒。然后我们可以说一下，就是说这种小桶，我们刚才说到，它是这个是用的是那个100公升的嘛，那其实就是说还有包括那个1/4，对吧？然后1/4是125，然后你知道这个1/4 125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一般他所说的橡木桶吗？对，我们一般正常在用的哈，一般可能很多的那个叫巴特桶，那种是500公升的，然后所谓的1/4其实就是500×4。哦，这么。然后我们所谓的那个雪梨桶一般会比较多的是大概是250，其实不是说雪梨桶，250是那个猪头桶。我们所谓的猪头桶是250刚好是一头猪的重量。真的吗？所以叫猪头桶。所以叫猪头桶哦，真的呀。一般是250公升的这么一个桶，就它那个桶的重量大概250公升，称下来跟一头猪差不多。猪有这么重？其实我今天主要想说的就是说这个，我自己觉得很好笑。什么鬼？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坚持到现在。Anyway， 反正我觉得我们已经喝了到现在4款奥本，总体的感觉如何？它市场的价格稍微高了一点，先说价格，先高一点。这个品牌吧，我觉得没有给我特别大的惊喜，对。也有可能的，当然也有可能，就好像我们之前有做一些视频，然后其实有一些就是说朋友会跟我们说可能你们还没有喝太多他们的酒，是，对你只是。我当时看完那条留言，我只有一个反应，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吗？我已经花钱买了2款他家的酒了，然后你还要2款都不好喝，你还要让一个酒鬼要花更多的钱投资在一个我花了那么多钱还觉得不好喝的酒上，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了。你如果要说要是有免费的还可以。对。看一个酒厂的它的风格啦，就它可能它因为做下来一般1款、2款、3款、4款，这个酒不是说它难喝，就我觉得是 OK 的，是可以喝的酒。
但就是说它可能会没有那么惊艳。是，就是肯定不会花钱去买。当你知道这个品牌，可能你想对它有一定的好奇心，你可以去maybe 买一个这个飞诺桶比较有特色的，是可以去买，只是说可能并不是说真的是。值得你想要去买的，对，而且会喝到第2瓶、第3瓶、第4瓶，一直每天晚上都有冲动想要喝它的那么一桶酒。就有一些酒是我们喝完之后，我们会想着自己的酒柜里面应该有它的对，一定要有。对，那像这个酒呢，可能就是可摆可不开。你有放在这里嘛？我偶尔我会喝一下。那没有嘛？也无所谓。那我在外面看到了，我一看这个价格，我一想，算了吧。还有其他选择呢，对，就是这么一个尴尬的那个地位吧，我觉得他可能把价格如果是都压在，就是说像这款酒如果是压在80左右，那我觉得 OK， 作为一个入门级的酒去品尝的话是 OK 的，对。好啦，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给我们点赞关注哟。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让我们帮大家尝的酒，记得给我留言。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